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，我真是伺候不了了啊！这大过年呀，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。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，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身高啊大约在160左右，身材偏胖一点，短发。一上来就跟我说呀，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。看这架势啊，没点实力啊，那说不出来这话呀。我问啊，大姐你是在哪高就？她说啊，打零工。这3字一出啊，哎呀，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。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啊，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，年薪在3万左右，离异3年多了，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，初中学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，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呀，会考会计啊，考本科等等。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。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，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。他前夫在物业上班啊，一个月4000多点，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。他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，这抱怨多了，俩人就吵架啊，最后就离了，房子给了他。说到这儿啊，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粉丝挺多呀，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。我想明白了啊，为了我和我女儿啊，我也得找个有钱的。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啊都忍不住怼呀，你大白天做梦，你不要脸了你！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。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，50岁以内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啊最低30万，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。他说啊自己做不了后妈，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。最后补充了一下呀，接受姐弟恋。哎呀，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！我跟他说啊，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，就算有，你自己都44了，缺油缺水缺电了，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？这位大姑娘听完呢，那直接回怼我呀，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生不出来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过继过来给她，以后啊给她养老，她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？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，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？就你这思维方式啊，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。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？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？是你调好盘量，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？就算你是辆法拉利，这40多年了，你修发动机它也没配件了吧？人家都当老板了，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？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？他听了就开始不爽啊，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，会做饭，会收拾房子。另外呢，他经历过婚姻啊，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。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，自私自利，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怼我说呀，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3000多万呢，2条腿男人那么多，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！哎呦，听得我呀，是呀，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？想要嫁得好啊，首先自己得优秀，没事减肥啊，去脂去油，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，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，多点自立能力。想找30万的，自己先达到个10万，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，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，小鸟依人一点，不然呢要啥没有，还5大3粗的，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。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，换刺猬看门，这种人再进来就给炸出去。中午啊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，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。这男方呢是33岁啊，在私企工作，部门经理，有车有房，年薪在10万左右。女方呢是32岁，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，做审计工作的，年薪也在10万左右。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，互相觉得都还行，条件也相当，这年龄呢也合适啊，就答应相处看看。这不俩人都放假了，今天中午啊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。刚刚见完面呀，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啊，两人就干起仗来了，先后给我打电话呀。以前我就说过啊，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，基本都不是好事儿。先是女方气质汹汹啊，说对方不真诚，态度不好。一问具体情况，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。这第1条呀，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，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。简单点说呀，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，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。其次啊，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。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，按理说呀，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？大家都觉得合适啊，才会来见第2次面。一见面呢，也没有什么惊喜，也没什么浪漫，也没什么礼物，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，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。第3个呢，是点菜的时候，
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，是自顾自的点菜啊。他不爱吃海鲜，不爱吃鸡，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。这第4条呀，说到这条，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。她竟然让我给她饭钱，我缺那钱吗？你给我评评理啊！这顿饭啊，先不说啊，都不是我的口味，不是麻的就是辣的，不是甜的就是咸的，我都没吃几口，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？哎呀，听完这4条，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！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。先是接送问题，这男士就说呀，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，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。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，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，并不是很了解对方，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。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，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，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，也不怎么搭理自己，一直在玩手机，也没抬头啊，就说了句随便，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。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，男士说啊确实提出来了，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，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，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什么好气儿，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，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，说不需要。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，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，既然来相亲了，那就别端着了，也没人欠你，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？这姑娘听完呢，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啊就杠起来了啊，说对方人品有问题，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。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啊，男方就提出啊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。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啊。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结束之后呢，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啊，我这边庙小，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，确实伺候不了大佛。32岁了，还以为自己是23呢，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？30多了，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，就这个年龄段，除了骗子，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？没感觉到真诚？什么是真诚啊？车接车送，每天嘘寒问暖，各种浪漫加惊喜吗？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怎么地，幻想着一个长得帅、超有钱的男人，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，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，像祖宗一样宠着你，对你唯命是从啊？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？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，为了你终身不娶啊！30多的人了，来相亲找对象，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，互相不讨厌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。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？大白天做梦不害臊？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！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，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要结婚呢，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，就要伏低做小，忍气吞声；找到条件差不多的，就要互相理解，互相迁就。你又不是公主，端着个臭架子，这辈子都得打光棍。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，对吧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关注我的死死抱住，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！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，相亲的相亲啊，摆烂的摆烂，打仗的打仗，结婚的结婚，那是一家欢喜十家忧啊！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，哎呀，还有3天订婚啊，女方突然涨价，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，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！大晚上赶忙急的啊，去了一趟女方家里。这个男方啊是92年的，中专学历啊，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，月薪在2万左右吧。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，有个妹妹啊，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，94年的大专学历，在私企是做前台的，老家呢也是农村的，两人谈了有1年多。这起初呢，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，觉得男方啊家庭条件差一点，而且还那么远啊。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啊，比较坚持，觉得男方人很好，也喜欢他。就这样呢，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，彩礼啊也是讨价还价，定在了6万，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，商议的挺好，准备下个周啊，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，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。结果呀，昨天女方突然变卦，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，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，彩礼至少12万。我一听这彩礼价格，他直接翻了个番啊！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。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啊，这女方父母在啊，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，他们就说啊自己以前不太懂啊，私下里给答应了。家里亲戚啊一听啊这价格觉得不合理，说谁谁谁家呀给了多少多少啊，谁谁谁家怎样怎样。我听完先是劝呀，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，彩礼这事啊可不能去攀比，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，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。女方妈妈就反驳我呀，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确实一般，家里还穷，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，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，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。
这别人啊都还没有陪嫁来，我们还陪嫁了2万，所以啊彩礼12万啊一分不少。这女方父亲人还行，觉得呀半道改嫁他确实啊不是很地道，觉得要不这样吧，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。刚说完啊，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，就你话多，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，赶紧闭嘴。转身呢就跟我说呀，哎呀我们有事啊先商议一下。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去了里屋啊。我先强调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偷听啊。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，给别人打电话，她开着免提啊，那声有多大呀？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，你要咬紧牙关啊，别松口，12万啊他1年就挣出来了，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，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。这女方妈妈呢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，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，这要不给咋办啊？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，他俩都谈了1年了，他都30多了，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？最后啊要实在不行你就降到10万嘛。临了对方还来了句啊，千万别给陪嫁，你别傻。哎，这挂了电话他俩就出来了，跟我说呀，彩礼12万一分不少，理由是啊男方1年能赚20多个，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。我听完呢，说实话啊，咱也没好意思穿破，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，就直接就跟他说啊，你女儿都28岁了，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。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，如果你彩礼逼急了，婚黄了，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？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，婚成了，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最后这结果呀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。这女方妈妈呢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，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，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，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。听着我就来气呀，抚养孩子啊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，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，谁不抚养孩子呀？别听别人说的，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，过得好不好别人能帮你怎么地。最后哎呀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，两人终于松口，说彩礼6万就6万，但是这嫁妆1分不出了。听完呢，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，就跟男士沟通啊。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，但是啊也接受了，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，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。就这样，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。以前呢我就说过，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。做事你得顾全大局，算计多了自私自利，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。哎呀，不说了啊，为刺猬去了，这快过年了，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。